三伏天天气炎热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屋里，或者吃冰凉的食物，这样呢很容易加重体内湿气。但三伏天也是祛湿的好时候，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敲打双腿。可以睡觉前坐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脚掌踩地，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从上往下的敲打双腿，整条腿都要敲打到，每次敲打5到10分钟即可。因为我们的双腿分布着膀胱经，所以敲打双腿能够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健脾祛湿、排出湿气，还能够消除腿部水肿，对瘦大腿也有一定帮助。湿气重的人平时呢要少吃油腻生冷的食物，作息要有规律，也可以用食疗来调理，多吃点红豆、玉米、燕麦、红薯等食物，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。肾乃先天之本，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，肾都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肾不好，就可能会有腰膝酸软、耳鸣、夜尿频多、头晕眼花等问题出现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有很好的养肾作用。在我们腿上有个复流穴，也就是内踝尖上2个手指宽，胫骨和跟腱之间。复流穴是足少阴肾经上的穴位，肾经的气血都在这里向上汇聚，所以按摩这里有很好的养肾护肾的作用。按的时候可以用拇指按揉，力度适中，感觉有酸胀为宜。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即可，可以每天多按几次。经常按对缓解腰膝酸软、耳鸣等问题也有帮助。除此之外呢，肾不好的人还可以喝点桂圆枸杞茶，对滋肝补肾也有很大作用哦。对于吃晚餐呢，每个人的看法呀都是不一样的。那有的人说呀，我晚上得吃得丰盛点，而有的人说呀，不行，我减肥呢，不能吃晚饭。哎，申哥，你晚餐都吃啥呢？我啥都吃啊。那可不行啊，晚饭和身体健康可是有很大关系的，有3种食物尽量少碰。啊？哪3种啊？哎，那就是下面这3种了。太辣的食物，晚上啊吃太辣的食物容易呢刺激肠胃，使胃食管呢反流，不利于肠胃健康，所以呢尽量少吃。油炸的食物，油炸食物啊吃多了很容易使人变胖。而且啊，晚上吃，其中的油脂呢很难被代谢，时间长了会给身体啊造成伤害，所以呀也要管住嘴。含糖高的食物，晚上呢摄入过多的糖分，容易啊引起身体肥胖，而肥胖啊也会给身体健康带来隐患，所以呢为了健康，晚餐最好不要吃。那上面的这3种食物，如果你都不吃，长寿或许会更加青睐你哦。晚餐是我们一天中最后一餐，但是啊，很多人会忽略它。如果晚餐吃不好，那么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，不利于长寿。下面的这3种食物，希望你尽量少吃。第一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中含有很多脂肪，而晚上吃很难消化和代谢，这样就容易使身体变胖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第二种，太辣的食物。晚上吃太辣的食物，不仅会刺激肠胃，也容易对喉咙造成伤害，而且呢可能会引发肠胃疾病，所以也不要吃。第3种，剩菜剩饭。剩菜剩饭里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，而且放时间长了还容易被细菌污染，如果经常吃也会影响健康。所以上面的这3种食物，晚餐的时候最好不要吃，这样长寿或许会更喜欢你。大家没事的时候还可以用蒲公英根、陈皮干等泡水喝，对健康也有帮助，也有利于长寿哦。每当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时，是不是很难受呢？一想到第2天还要工作和学习，那就更伤神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呢将一种果皮塞进枕头里，对睡眠有帮助。那这种果皮就是陈皮了。陈皮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经常吃的橘子皮，然后将它晒干之后就成了陈皮。大家可以将陈皮剪成小段，然后塞进枕头里，因为太大枕着会不舒服。陈皮不仅含有一定的香味，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这样枕着睡觉有很好的镇静安神、缓解压力的作用，对提高睡眠质量、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用陈皮泡水喝，也能起到一样的效果哦。这2天呀，我在地铁站经过一个老奶奶身边，发现呀，她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味道。其实大家呀都心知肚明，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年臭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啊，当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呢会分泌出一种叫
臭、味全的物质。它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分泌呢也会增加。尤其是抽烟、喝酒、大鱼大肉的粗老爷们儿，可能呢30-40岁就会有老年臭了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能做好2件事，或许能够避免哦。首先呢，要多注意个人卫生，勤换衣物，平时多洗澡。其次就是要减少抽烟、喝酒，可以多喝水，注意补充体内的水分，这样都能够缓解老年臭的情况啊。昨天呢，我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，是这样式的：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干啥去？种地去啊！不去种地不行啊？不去种地怎么养你啊？医生说了，你胃不好，得吃软饭。有道理啊。木子想说呀，还是别吃软饭了，常吃下面这2种食物吧。山药，山药表面有一层滑溜溜、黏糊糊的东西，那这种物质就是多糖，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吃山药可以帮助养护肠胃。蜂蜜，那胃不好呢，可以经常用蜂蜜泡水喝。蜂蜜中有果胶、维生素 B， 能够润肠通便，加快肠胃蠕动，对改善消化不良、修复胃部健康有很大帮助。那这2种食物你们记住了吗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哦。有幽门螺杆菌，可能有2臭1疼，若你没占，肠胃还算健康。第一个，胃疼，生活中很多人经常会胃疼，这可能就是幽门螺杆菌在作怪，因为它会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使人出现胃溃疡、胃痉挛等情况，所以出现这种信号要注意。第二个，口臭，如果口臭排除是口腔疾病，那么就可能是肠胃功能不好引起的，也可能是幽门螺杆菌破坏了肠胃中的有益菌群，从而使人出现口臭情况。第3个，屁臭，如果你经常放屁很臭的话，也可能是胃里有幽门螺杆菌的信号，因为幽门螺杆菌会刺激胃黏膜，使人出现大量胃酸，不仅会放屁增多，放屁也会非常的臭。黏膜的修复器被发现，没事吃一点，养胃护胃，胃想不好都难。第1种，蜂蜜，蜂蜜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促进肠胃蠕动，修复胃黏膜，对预防胃溃疡有帮助。第2种，小米，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，经常喝点小米粥也有养胃护胃的作用。第3种，山药，山药含有的粘液蛋白有很好的养胃护胃、修复胃黏膜的作用，那经常吃一些可以帮助提高肠胃功能，减少胃病的发生。第4种，荞麦茶，荞麦茶属于温性的茶，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经常食用能帮助消化、暖胃养胃，也能够缓解胃病带来的疼痛。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如果着火了，可以用灭火器或者是打火警。那如果身体上火了呢？难道还能用灭火器吗？其实我们5脏都各自有火，也会有一些上火的信号。比如肝火，眼睛会干涩，嘴巴会发苦，或者有头痛、耳鸣的情况。我们可以经常的喝菊花茶，可以清肝火、散风热，有很好的降火效果。那胃火会有口臭、便秘、舌苔厚腻、牙龈肿痛的情况，灭胃火可以经常喝绿豆粥，有清热解毒、清胃火的作用。那肾火呢，夜里会盗汗，总腰酸背痛，而且常常失眠。那想要改善呢，就要多注意饮食，注意休息，多运动。还有肺火，手脚心总容易出汗，总是咽喉干痛，还经常咳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多吃梨、银耳，还有多喝水。最后就是心火了，很容易长口疮，经常胸口发闷、失眠、便秘等。可以多吃荸荠，荸荠可以养心血、清心火，能炒菜也能够捣成汁儿喝。正所谓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就像我们的血管如果你经常熬夜、不运动，或者是暴饮暴食，这些都容易使血管堵住硬化。所以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常吃凉果和多喝凉水。凉果呢是木瓜和猕猴桃，
木瓜里有17种以上氨基酸和多种营养元素，能够帮助软化血管。猕猴桃含有多种氨基酸、果胶、鞣酸以及黄酮类物质，也能够帮助保护血管健康。还有多喝2种水，一种是山楂泡水，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能够帮助软化血管和疏通血管。还有一种呢是用苦丁泡水，苦丁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，能够净化血液，软化血管。那如果你不想血管变硬变堵，那就把这几种食物列入饮食清单吧。得了，就唠到这儿吧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木子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